宝宝，皮蛋，宝宝，我们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，好不好？走，走。那你在这玩吧，妈妈跟大家介绍好吗？这一片呢，就是一个大客厅的区域，也是皮蛋平时主要的活动区域，所以我把它的小窝都放在这一块了。这扇窗外面就是绿树，当时第一眼进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采光超级好，如果住进来，皮蛋每天都可以在这边晒太阳。这里是我们的沙发，也是从之前那套房子搬过来的。这面墙还是有一点空，我们想在后面挂几幅挂画，可以选蓝色或者黄色的，这样皮蛋呢也能看得见。皮蛋的小窝散落在各处，这个区域，然后还有右边的这一块都是做咖啡的区域，因为之前住的太小了，都摆不下咖啡机。这里都是我的杯子，但这只是一小部分，还有很多都还没有收出来。那大家顺着我的方向看过来，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餐厅，平时吃饭的餐桌。这里全部都是皮蛋的存货，那平时他的饭如果做好了，就可以在这边直接配餐。宝宝，带大家去你的宝宝房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走走走走，嘿嘿，去你的宝宝房看看，好不好？过来。这边这个架子是皮蛋的衣服，有夏天的，然后也有冬天的。这边全部都是他的玩具。皮蛋的药品、日用品、吃的零食、保健品都在这边，一目了然，平时拿很方便。这张小床其实是给我和皮蛋一起准备的，因为下午的时候客厅会特别亮嘛，皮蛋喜欢在暗一点的地方睡觉，然后我们就会在这边休息一下。那晚上的话，皮蛋还是跟我们回主卧睡。接着等妈妈休息。这里呢是我们跟皮蛋的照片墙，现在还有点空，要等以后再慢慢添置照片了。哦，忘记介绍了。这个架子全部都是我的宝贝，这一套樱桃小丸子是我人生第一套端盒的盲盒，因为我很抠嘛，每次买盲盒都是买1-2个，但是这一套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当时没忍住，整盒全买了。接下来就到了2个妈咪的工作间，我们平时如果有剪视频呢，或者加班都会在这边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化妆区域，这里呢还有一个地毯还没有到，是防滑的。那平时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在这边工作，然后皮蛋呢就在我们背后玩玩具或者是休息。最后就是我们的卧室。因为还有很多家具、柜子还有挂画没有到，所以现在是比较简陋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是皮蛋的小床，还有他晚上要喝水的小碗。搬来之前在网上其实查了很多适格化的家要怎么改造，但是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很多地方都不能大动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让皮蛋安全舒服一些。我想皮蛋如果能够听懂我说话，我非常想大声地告诉他，宝宝你放心吧，你妈我很争气的，以后我们一定会住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大房子的，你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，等到那个时候哦。你也想念吗？